Hello，大家好，我是派瑞斯。现在的感觉非常的奇妙，因为今天是第一次这样坐下来跟大家一起聊天。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拍这支影片呢？是因为我来台湾生活已经快5年了。那我本身呢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生长在一个环境太久了，一些好的事情我们会把它当成太理所当然，所以我觉得今天搞不好就是可以用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还有感受。我自己有的时候在 YouTube 上面呢，我也会蛮好奇别人去分享，就是身为一个外国人他们在马来西亚生活的一些感受，我自己个人也是觉得蛮好奇的。那今天呢，我主要就是会想要分享在台湾生活的一些优点，然后还有一些我个人觉得不是很习惯的地方。那第一点呢就是交通，我的天啊，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实在是太方便了，就是这里有捷运嘛，公车、高铁、台铁什么的，就是一切的路线规划的非常的好。因为我本身不会骑车，所以呢大众运输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些路线上的设计和规划吧，我觉得都非常的完善，而且环境也是非常舒适的。塞车的部分台北也是塞车蛮严重的，但是我觉得绝对不会比吉隆坡严重。好，那接下来要分享呢就是治安。我的天哪，应该没有人可以否认吧，就是台湾的治安真的好的不行。当然不是说台湾完全没有犯罪的问题，可是跟其他国家相比的话，台湾真的安全好太多了。这个也是当初为什么我会选择到台湾工作的原因，治安占了非常重要的一环。先不论一些比较重大的，你知道可能好比说抢劫啊，或者是杀人之类的问题，就好比说像我一般的这种上班族，我可能到咖啡厅工作，那因为我是一个人到咖啡厅嘛，当我想要上洗手间的话呢，我的手机啊电脑其实基本上真的可以都放在桌子上，当我回来的时候它还是原封不动的在那里。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可能就会有点难度了。所以呢，我觉得治安这一点呢，真的是没话说，就是至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民可以感受到非常的放心。而且我觉得现在不是很多人都会出来旅行吗？尤其是像女生啊，可能她会想要一个人出国旅行的话，那我觉得台湾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选择。好，再来的话呢，我就想要分享台湾人。台湾人呢，众所周知就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亲切。大部分的台湾人呢都是非常有礼貌，而且非常的温柔的。我觉得可能跟台湾人的素养有关吧。好比说我们到一个地方用餐，当然不是每个地方啦，举个例来说，麦当劳或者是星巴克，那基本上客人用餐完毕之后都会自己去整理桌上的整洁。像我前2天到星巴克，虽然说楼上坐满了人，可是基本上当他们离开座位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他们都会自行去整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去学习的。接下来不得不称赞的绝对就是台湾的超商。我的天哪 OK fine， 超商马来西亚也有，全家或者是 7-Eleven 对吧？可是台湾的超商是万能的，万能的。除了买吃的买喝的，台湾的超商还可以缴费。我的天哪，水电费、电话费、停车费，而且还可以订车票，还可以寄送包裹、收包裹。我的天哪，只要是你家楼下有一个超商，你基本上真的是不太需要出远门去干嘛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有的时候走在一些比较住宅区的地方，会很容易看到这个叫旧衣回收桶的东西。我觉得台湾人把这些事情做得非常的方便。你今天如果想要做善事的话，它是可以非常容易的让你去行动的。其实我觉得蛮多人都蛮想要做善事的，可是就是因为懒或者是怕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或者说这些理念啊概念都是非常的棒的。还有一点我觉得超级无敌棒的就是垃圾回收跟丢垃圾的问题，可能是从小到大他们的意识，好比说垃圾分类要怎么回收，他们都会自动自发的自己去分类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我花了好一段时间去适应这个东西。之前可能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只会简单的分类，好像就3种吧，3种颜色的垃圾桶嘛。可是在台湾的话，它就会分得更细，就是好比说塑料、玻璃，然后电池、
纸张，然后而且纸张还有分就是平面类的跟盒子类的这一种，分得非常的细，这一点也是我觉得非常佩服台湾人的地方。好，再来呢，可能就是比较个人的感受，因为马来西亚就是一年四季如夏嘛，但是我个人其实是非常喜欢冬天的。我相信有很多马来西亚人都非常的喜欢冬天，冬天可以穿你知道就是比较多漂亮的衣服，然后就是一些可能氛围吧，在冬天的时候吃饱然后散步回家啊，冬天露营啊，这些都是非常棒的感受。这个在马来西亚就可能比较难体验到，除非你需要就是走到去比较一些山上的地方，那边可能比较凉比较冷，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其他地方就是一年四季如夏。冬天吃火锅真的太爽了。好，那讲完优点呢，接下来就要来分享一下我比较不习惯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语言，说实话我不是来台湾的这好几年才把我的腔调练成这样的，因为可能马来西亚人从小就蛮常看台湾的偶像剧的，所以我一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腔调了，不是太仔细听的话，对话比较短，应该都听不太出来。那台湾人主要用的语言就是中文跟台语嘛，这个也是我比较不习惯的地方，因为之前在马来西亚我们可能大学跟工作主要都是以英文为主，那基本上我来台湾之后就真的很少有机会可以用到英文，因为台湾人主要说的语言就是中文跟台语嘛，因为就是种族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还蛮奇妙的，就是你知道当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讲秘密的。我觉得这个马来西亚人一定非常有同感，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排队的话，可能我们前后都是不同种族的人，我们可能会避免让人家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可能会转一下粤语啊，转一下中文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在这边就大家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所以你只能可能传信息，或是之后再讲一些话这样。会真大声的，但人听得懂了。这个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你当下可能只可以就给一点眼神让你自己意会，你懂吗？然后就是我觉得在台湾用到英文的机会非常的少，就这边基本上沟通然后工作都用不太到英文呢，其实比较少啦，我不能说完全，就我工作下来我觉得是比较少的，除非你的工作是有跟外国人接触到的，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国际化的工作，要不然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挺少的。所以说实话，我的英文来了台湾之后的确是有退步了。你也知道语言这个东西呢，你就是要常讲，不然的话你也不是说你不会了，但是你就是会感觉比较陌生，之后你在用英文对话的时候就是会有点卡卡的，你会有一点再回想那个对，反正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对，就是会有点退步了。接下来呢也是一个重点，就是说话习惯。我觉得马来西亚人说话就是非常的直接，你知道吗？就是台湾人讲话既温柔然后又委婉，我觉得这个跟可能中文造诣有关吧，就是台湾人的形容词或者是说你们懂的词比较多嘛，就是对于中文这一块会比较专精，但是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我们就比较不太会用太多的形容词，基本上我们只会说好不好爽不爽这种这只是举例啦 OK。 所以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可能我讲话有点太直接，再加上我是狮子座的个性，你知道吗？就是单刀直入，这样会很容易让人觉得我很白目。我还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有的时候沟通上的一些别人会觉得被冒犯，就小吵架这样。我真的是人生当中基本上我真的没有跟朋友吵过架，真的没有我真的是来台湾之后才第一次跟人就是有一点，也不是说吵架，就有点小摩擦吧，就是说我就很纳闷，就满头问号，你知道吗？他就觉得就是有讲开之后我才觉得原来你被冒犯了这样。我之后有学习到可能讲话就是要比较委婉一点，不能太直接有的时候。但是我也是觉得蛮庆幸的，因为其实蛮多台湾人跟我或者是说其他的马来西亚人接触下来之后呢，相处久了之后他们才会了解到说原来你们并没有那个意思，你们可能只是讲话比较直接，但其实真的
根本没有想太多，你懂吗？就是我也有朋友跟我反映说，他是看了我的 YouTube 影片之后，看到我怎么样跟马来西亚人相处跟聊天，才知道说，原来这就是你们的日常，你们的习惯就是这样，所以才会对马来西亚人有更多的了解。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棒的。最后一点呢，就是房价。我不是说物价我觉得物价的话，台北跟吉隆坡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今天你要吃东西，你要吃高档一点的，或者是说路边摊，吉隆坡也有啊，就是吉隆坡也会有比较贵的食物跟一些比较平民的食物，这一些我觉得都差不多。可是房价我真的受不了，太贵了。台北的房子，我知道可能是因为地方比较受局限，然后大家都可能会比较想要往台北跑，然后这边的房子就越来越贵。就是以同样的价钱，你今天如果是在吉隆坡租房子的话，真的是相差甚远。你在这边可以租到可能一个小套房，就是有个厕所、房间，有个床，可是你在马来西亚搞不好你就是可以租到一整间家了，就是这么的明显。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for 刚开始出来社会要工作的上班族可能会觉得比较负担的地方。好啦，那这一些就是我的分享，不知道有没有在台湾生活的外国人，或者是在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人，或者是台湾人，你们都可以留言，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还是对吗？还是你们有什么建议跟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非常的喜欢交流，我喜欢听就是大家可能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或是想法。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多了解别人的想法跟看法也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好，那我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啦，喜欢的话呢记得帮我点赞还有留言，我会很乐意的跟你们一起交流。我是派瑞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